新玩法最新调整解读。来看一下这周对模仿者游戏一个调整，首先是该模式新增了一个单条发言的举报功能，第二条的话是可以在事中选择隐藏身份相关信息，这个应该是指右上角还有那个会议阶段左下角的一个身份信息吧。也就是说，你自从那个加载界面得到了你的身份之后呢，进入到游戏里边，你的右上角跟会议阶段左下角的身份将会被隐藏，这个应该是防止那个被窥屏啊，对主播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有用。然后第三条的话是举报入口新增了一个主队场外作弊的一个举报选项，感觉这个的话治标不治本啊，毕竟求生者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号，对不对？你即便这个号被举报，然后那个没有办法一段时间内玩这个模式，那你可以换别的号进行玩游戏嘛？感觉这个有点治标不治本，好吧？我个人的话还是之前那个建议，就是单排跟双排的话分成2个队列进行匹配，单排的话匹配单排，双排的话跟双排的玩家进行匹配，或者至少给单排玩家一个选项，就是是否愿意跟双排玩家在同一个队列。我个人的话不反对玩家们进行主排玩这个模式，也不否认确实有一些双排玩家是很有素质跟遵守规则的，但不可否认一点就是大多数场外的话基本是在有一个双排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是说双排情况下发生场外的情况会很多。双排玩家无论是在同阵营还是在敌对阵营，如果在场外开麦沟通的情况下的话，肯定是比一些单排玩家多一些信息的。然后第4条的话是延长了每种突发事件所需一个交互时长，比如说那破译电机，还有休息时间，还有关闭阀门的一个交互时长。下一条的话是电台增加一个冷却时间，每人的话需要经过30秒之后才能够通过电台发起紧急会议。这个调整的话对模仿者阵营来说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之前模仿者的话，比如说你上一轮刚好逃过了一波会议投票，结果下轮还没刚开始多久，有人就拉那个电台召开会议，然后复盘上一把的那个情况，这时候你又要经过一波痛苦的折磨，而且这个时候可能会被大概率票出去。然后下一条的话是侦探团获胜所需一个完成演绎任务数量从45个增加到55个，这个对于模仿者来说的话会比较有利啊。因为那个之前侦探团号大多数是抱团嘛，不怎么去完成，虽然说不怎么去完成演绎任务，任务进度会比较慢，但是拖着的话还是可以完成的。对于那个模仿者的阵营来说，如果你落单的话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嫌疑，然后这次调整的话相当于是给模仿者阵营一些准备的时间吧。再下一个调整的话是电力室的一扇窗户增加了遮挡，也就是无法从外边观察里边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监控室这边的话是删除了娱乐室一个监控摄像头，然后下一个是调整了演绎任务完成了一个关闭逻辑。之前的话就是你的任务做完之后呢，可以提前点击屏幕然后提前关闭，但是现在的话必须要等那个演绎成功的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呢，才能够自动关闭界面。然后的话是对职业技能的一个冷却时间调整，比如说像拳击手这边是技能使用冷却时间由21秒调整至35秒，我去，这个是妥妥的大息肉好吧。然后流浪汉的一个技能冷却时间的话从12秒调整至15秒，也是一个削弱。另外这个是使用的一个冷却时间，好像对开局的一个冷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这个的话是只有你使用技能之后，然后这个冷却时间一个上调。再下一个的话是千面人的一个变身，持续时间是从14秒调整至18秒，持续时间的话更长了。烟火师这边的话，技能冷却时间从28秒调整至24秒，并且烟火师收到烟花时不会有那种短暂的一个传递冷却时间，可以快速将烟花传递给别人。这个调整的话有好有坏吧，好的话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雷扎在自己手里，坏处的话就是你地雷的话没有冷却时间，那别人的话很容易就怀疑你是那个烟火师。然后是怪盗技能透视时间由5秒调整至7秒，透视范围的话也是从20米调整至26米，这3项调整的话都是对模仿整阵营的一个大加强。最后的话就是移除了锁匠封锁暗道门的一个锁链的音效还有视觉表现，也就是无法通过这个来判断这个人是锁匠了。
好了，以上的话就是新模式一个调整内容，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